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去掉滤镜就原形毕露，这6位偶像剧男主角尬吹神颜羞不羞？自其诞生起，不知让多少在现实中被视为歪瓜裂枣的人得到了拯救，得以焕发出新的光彩。存在这样一群男星，一旦离开了修图技术，他们的真实面貌便呈现在大众眼前，让人们看到了更为真实的他们。剧中人物的真实模样与宣传照相比，差异极大，若说二者一样，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完全沾不上边。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瞧瞧，究竟是哪些人会出现在接下来的场景中呢？那么在你看来，你这一生就从未经历过苦难吗？吃过呀？那苦瓜你了解吗？或者吃过呢？你对苦瓜是否知晓呢？或者吃过的，不知你是否知道苦瓜呢？王一博站在金字塔顶端，但其颜值却颇受争议，众人对其外貌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众人对他颜值的诸多评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便是脸垮这一说法。曾身处韩国偶像组合之中，那时的颜值堪称无可挑剔，着实令人赞叹不已。那时正值16、17岁的青春年华，面庞上充盈着满满的胶原蛋白，散发着年轻的活力与光彩。在《陈情令》这部剧中，他和肖战携手合作，共同演绎剧中的精彩故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部剧中，颜值方面依旧颇具优势，可圈可点，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也正因这般，其收获众多粉丝，成功在国内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然而王一博的鼎盛时期极为短暂，如昙花一现，他的花期匆匆而过，未能长久绽放。20多岁的年纪，脸庞却难以抵挡地变得发面且肿胀起来。在精心修饰的图片中，他依旧如往昔般，是那个被赞为王漂亮的人，风采不减当年。在生图语句中，其眼神毫无神采，显得空洞，面部表情呆滞，呈现出一种僵硬之感。线条虽说极为流畅，然而却无法展现出帅气之感，仿佛缺了些什么，始终难以给人以帅的印象。某些时候做出来的表情，竟与网红小吴的有着相似之处，可谓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莲花楼一经播出，30多岁的程毅可谓是如沐春风，演艺事业迎来新契机，仿佛开启了属于他的美好篇章，热度极为火爆。与此同时，演技方面的口碑更是攀至全新的高峰。然而，有对其予以夸赞之人，便也定然有对其加以贬损之人。许多人皆指出程毅的台词表现着实欠佳，其台词水平令人难以满意，受到了不少人的诟病。说话时含混不清，致使一个接一个的名称从他嘴里蹦出时都出现了错误。讲话时的嘴型逐一被拎出，如同被单独拎出来接受惩罚一般。在此之前，程毅便已被网友赋予了一个特别的称号——鸡嘴战神，这一称呼在网络上流传开来。程毅的嘴巴在外观上给人一种不太大气的感觉，这便是其中的原因所在。上唇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状态，不仅向外翻卷，并且还朝着前方突兀地伸展着，唇珠较为突出，形状上颇似鸟喙，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成为面部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并且头尖的比例存在一定问题，不够理想。远远望去，那身形仿佛是一个偌大的头部，下方连着一个相对较小的身子，整体比例显得有些特别。在香蜜中，他所饰演的角色乃是威风凛凛、纵横沙场的战神，其气势非凡，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别说是被视为神般的存在，哪怕仅仅是一名平凡的战士，那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他既无强壮健硕的身体，亦无威猛强大的气场，整个人显得平凡而普通。远景的眼神极为木然，毫无灵动之感，仿佛被一层呆滞的气息所笼罩，看上去十分呆板。那模样倒像是某为久病孱弱的富家公子，此刻正出来沐浴阳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陈飞宇作为大导演陈凯歌之子，一出道便站在了高处，出道即巅峰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可谓毫无争议。他备受青睐，众多剧目邀请他担纲男主，顶级代言也接连不断地向他涌来。映照里的陈飞宇，其眼睛相较父亲年轻时更似母亲陈红，呈现出独特的样貌特征。其不仅愈发的硕大且圆润，并且目光深邃，蕴含着一种神秘而迷人的神韵，格外引人注目。然而，不知大家是否听过这样一句话注：由于原资料内容较少，在满足改写要求的情况下，难以增加过多描述性语言。相较于美貌基因，丑基因似乎更为强大，它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人们对美貌基因的认知。在现实中审视陈飞宇，会察觉到他下半张脸的骨相，竟与他父亲的几乎毫无二致，沟壑遍布。更糟糕的是，还存在遗传性的嘴部外凸问题。无论多么富有，骨相存在的问题决然难以改变，这是既定的事实，再多的钱财也对此无能为力。要达至完美状态，唯有借助后期对图像进行修饰处理这一途径方可实现。染成黄头发后，在剧中的气质相比宣传照可谓是大幅下滑，简直不止降了一个档次。即便老妈是个颜值超高、魅力非凡的大美人，那也难以起到实质作用。虽都属老陈家，然而其出身各异，所拥资源也相差甚多。陈飞宇的年龄比陈星旭小4岁，陈星旭在年龄上要比陈飞宇大4岁呢。生于平凡之家，自童星之途开启演艺生涯，一路行至今日，始终活跃在大众视野之中。极具代表性的角色当属2007年《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年后的他所能接到的戏约中，仅有些是偶像剧，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戏很少主动找他。2024年，凭借在东宫中对李成银的精彩演绎，曾短暂的在圈中引起广泛关注并收获较高人气。其长相颇具成熟韵味，正因如此，一些霸总或大帅之类的角色对他而言极为适配。于民国剧一见倾心的宣传照里，那制服仿若专为他而存在，完美的契合了他的气质与身形。气质非凡，颜值出众，二者皆处于良好状态，展现出迷人的魅力与风采。即便并非其粉丝，那独特的魅力也使人难以自控，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忍不住多瞧上几眼。然而，当观众真正开启追剧模式时，他们便会沉浸其中，感受剧集所带来的独特魅力与情感冲击。然而，却察觉到这个男主角与预期中的形象相差甚远，仿佛实物与描述不符一般。某些人甚至直接宣称自己遭遇了如同诈骗一般的事情，情绪颇为激动地表达着不满。存在一种丑，即便进行精心修饰，也无法将其完全遮掩，这种丑依然会顽强地显现出来。歌手出身的刘宇宁，精心打理发型，戴上小巧的眼镜，瞬间增添了别样的魅力。虽说此人称不上极其帅气，然而那氛围感却是被他稳稳地掌控住了。特别是当戴上口罩后，竟会使路人不禁为之惊叹，究竟从何处冒出这样一位爱豆呢？然而在剧中，往往会需要做出一些幅度较大的动作，以及呈现出一些较为夸张的表情。脱离了精修的辅助，
宁宁的真实面容便毫无遮掩地呈现出来，所谓的完美形象似乎也随之消失。那是一张有着锥子般形状的脸，配上一对细长的眼睛，仿佛蕴含着独特的神韵，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眉毛所在之处前往嘴巴所在之的，打车所需费用50块钱恐怕都不够呢。算不上丑陋，然而距离帅气的标准着实还有一段距离，实在是难以将其与帅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通常情况下，古装对于男性的仪态有着颇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展现出良好的姿态与气质。刘宇宁的站姿着实有些糟糕，实在是难以让人给出好的评价，给人一种不太雅观的感觉。往昔电视中的男演员，随便挑出一位，在各方面都能远超宁宁，这是不争的事实。虽说颜值方面不必多言，然而我们的宁在仪态方面确实需要好好加以练习，以提升整体形象。相较于其他童星，吴磊更为人所熟知，他的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被广大观众所津津乐道。像家有外星人、淘气包马小跳这类剧目，众人皆颇为熟悉，可谓是耳熟能详。初长成之际，其浓眉大眼且活力满满，这般高颜值再度唤起网友们的往昔回忆，点燃他们的热情。吴磊身上早早就被贴上了内娱真帅哥的标签，他的帅气形象深入人心，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在这近2年的时光中，吴磊的颜值走向愈发让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理解其变化趋势。然而在局内，吴磊和王鹤棣、张一山类似，也无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如同猴化般的状态。他的喉结高高凸起，极为明显，而两颊则深深凹陷下去，状况显得颇为严重。侧看面部线条，仿若蜿蜒曲折的山路，起伏不定，毫无平滑之感，恰似山里18弯般崎岖难平。有粉丝表示，那是由于哥哥身形过于消瘦所致。好嘞，接下来让咱们把目光投向吴磊稍显发胖时的照片，一起来瞧瞧吧。吴磊若是肉多起来，下颌线会变得模糊，下巴更会出现严重后缩的情况。往昔那蕴含着清爽气息的少年味道以及灵动的气质，如今已全然消逝，毫无踪迹可寻，仿佛是个步入中年的男子，身材发福，给人一种油腻之感，毫无清爽利落的气息。随便说出这几位男星的名字，他们的粉丝数量之多，其狂热程度堪称爆炸式，令人惊叹。原本难看的能被描述为好看，原本存在的短处能被渲染成独具的特色。然而看看女明星，但凡有一丝缺陷，就会立刻遭到极为猛烈的谩骂，被批得一无是处。不少网友不禁发出感叹，男明星似乎总能受到观众的格外宽容，这种现象实在是有些不合理，令人不禁深思。存在缺点，坦然地予以承认难道不好吗？为何不能大大方方面对呢？硬将神颜这一说法挂在嘴边，只会使路人越发觉得尴尬，这种表述实在难以让人认同。某些参考资料的部分内容如下，这部分参考资料将为相关研究或工作提供一定的信息支持与参考依据。《莲花楼》这部剧，程毅是其中的主演，他在剧中的精彩表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这部剧备受关注。